在今天的世界里，储蓄率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和民众福祉的关键指标之一。不仅仅是数字游戏，高储蓄率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文化、政策和经济故事。但你知道，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储蓄率为何会如此之高吗？是什么驱动了他们节俭的生活方式？又是怎样的政策促进了他们的财富积累？以中国为例，这个亚洲巨人长期以来一直拥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喜欢存钱，实际上，这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从历史传统到现代政策，从家庭结构到养老保障体系，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中国的储蓄文化。首先，中国的家庭结构和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储蓄率。在中国，传统上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及为子女和老年生活提供经济支持的责任。这种文化背景促使许多家庭将储蓄视为确保家庭稳定和未来安全的重要手段。其次，政策也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如住房公积金制度、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虽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安全网，但这些措施的覆盖范围和效力仍有限。因此，个人储蓄成为补充这些社会保障不足的重要手段。但是，高储蓄率并非没有代价。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虽然储蓄可以为投资提供资金，促进经济增长，但过高的储蓄率也可能导致消费不足，从而抑制国内需求和经济活力。此外，高储蓄率背后还隐藏着个人层面的牺牲和压力，许多人可能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过度节俭，牺牲了当前的生活质量。在探索高储蓄率背后的故事时，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国家如何通过政策和文化塑造经济行为，还见证了这些行为如何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从中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储蓄率背后的动因和影响是多维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限制和挑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平衡储蓄和消费，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个人的福祉？这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理解和应对高储蓄率的挑战也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财务管理、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都将发挥关键作用。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的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根据观众建议，除了英语字幕，我们又增加了繁体字字幕，我们也会调低背景音乐音量。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深入探讨储蓄率背后的故事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中国在实施相关政策前的经济情况，以及这些政策的具体细节和实施背景。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些政策会产生如此显著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储蓄率并不高，因为大多数人的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然而，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储蓄率也开始上升。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国民储蓄率的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引入。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住房主要由政府提供，大多数城市居民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几乎不需要自己支付住房成本。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分配方式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于是，1994年，中国开始实行住房公积金政策，鼓励个人和单位共同为职工购买住房积累资金。这一政策不仅提高了人们的储蓄动机，也促进了住房市场的发展。另一个例子是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面对日益老龄化的社会结构和养老保障的压力，中国政府于1997年开始实施新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了覆盖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体系。这个体系通过个人账户累积储蓄，增加了居民的储蓄意愿，同时也为老年人提供了更为稳定的经济支持。
这些政策的实施，反映了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期间对于提高国民储蓄率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视。通过鼓励和引导个人储蓄，中国不仅成功地积累了大量的国内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民的储蓄习惯。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并非没有挑战，例如，在住房公积金制度中，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公积金缴纳和使用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虽然覆盖人群逐渐扩大，但制度的可持续性和替代率仍是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通过这些实际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政策的推动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了国民的储蓄行为，也间接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进一步提高了储蓄率。尽管面临挑战，但通过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中国成功的将高储蓄率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随着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在储蓄率的提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通过对比改革前后的情况，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些政策带来的积极变化，以及他们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储蓄率的提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资金积累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基础。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内储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进程，这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改革前中国的资金积累能力有限，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外部投资和援助。通过提高储蓄率，中国不仅减少了对外部资金的依赖，还增强了自身的经济稳定性和发展潜力。其次，提高储蓄率也对中国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储蓄意识的增强和财富积累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能够承担起更高质量的生活和教育投资。例如，家庭可以通过积累的储蓄购买住房、汽车等大宗商品，或者投资于子女的高等教育。这些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很多家庭难以想象的。同时，储蓄的增加也为家庭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提供了更强的经济保障，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然而，储蓄率的提高并非没有带来挑战，高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影响了国内市场的扩张和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的形成。这一矛盾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更为明显。中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开始更加重视扩大内需和提高消费的比重，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更加平衡的增长模式。在分析政策带来的变化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储蓄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和及时满足。相比之下，对于未来的储蓄可能不如前几代人那样看重。这种变化提示我们，储蓄率的提高虽然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维持和促进健康的消费模式同样重要。通过对政策带来的变化进行对比和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储蓄率提高的积极影响，如资金积累能力的增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社会整体抗风险能力的增强，也能够认识到高储蓄率带来的挑战，如消费需求的抑制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也显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政策需要不断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增长。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探讨了中国高储蓄率背后的政策、成因及其对国内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之后，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是，这些经验和教训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正在发展和过渡经济体的国家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挑战和警示。例如，印度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且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
其在推动储蓄率提高方面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挑战和机遇。印度政府近年来也在努力通过改革养老金体系、推广金融包容性计划等措施来提高国内储蓄率。印度的例子表明，通过政策激励和制度创新，提高储蓄率有助于增强国家的资金积累能力和经济发展潜力。然而，印度也需要警惕过度储蓄可能对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寻求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在非洲，许多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提高储蓄率以支持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非洲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汲取教训，比如通过改善金融体系的包容性，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以及鼓励家庭和个人储蓄。同时，非洲国家也需要注意避免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如确保储蓄增长不会以牺牲消费和生活质量为代价。此外，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在努力提高国内储蓄率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借鉴中国在金融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方面的经验，这些国家可以更有效地激励国内储蓄，同时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拉丁美洲国家需要密切关注经济政策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确保储蓄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包容性发展。总之，中国高储蓄率背后的政策和经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思考。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互联互通，中国的经验不仅对发展中和过渡经济体国家具有启示意义，也为发达国家在面对经济衰退或增长缓慢时提供了参考。然而，每个国家在借鉴中国经验时，也需要考虑到自身的特定国情和挑战，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在文章的结尾，我们需要意识到，提高储蓄率虽然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寻求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同样重要。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文化乃至哲学的问题，关系到如何在保障未来的同时享受当下。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